从阿利伯克号到杰克 H 卢卡斯号，谁才是伯克级驱逐舰中的王者？作为当今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驱逐舰之一，阿利伯克级自从1991年7月4日首舰服役以来，便经历了冷战至今美军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甚至某段时间随着其他老旧舰艇的退役和新项目的难产，它一度成为了美国海军唯一持续建造、唯一现役的驱逐舰级别。连美国海军的传奇上将阿利伯克本人，在拄着拐杖参加首舰下水典礼时，都忍不住老泪纵横道：“此舰为战而生，你们拥有的是世上最好的战舰。”就在最近，根据欧洲国防工业报道，伯克级驱逐舰家族迎来了2件战力提升的大事。第一件事是一艘代表着目前最成熟防空反导战力的小哈维巴纳姆号已正式确认服役，加入了美国海军的战斗序列。第二件事，卡尔莱文号在近期被外界的镜头意外捕捉到，它的甲板上竟然被悄悄加装了一款用途不明但威力极强的新型多单元发射器。那么历经30多年的不断升级甚至魔改，这支总数已经逼近90艘的伯克级舰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自我进化？从最早期的 Flight 1到如今最新服役的小哈维巴纳姆号，乃至挂载了神秘反无人机武器的卡尔莱文号，谁才是伯克级家族中战力最夯的王者？想要知道哪艘伯克级驱逐舰战力最强，我们就必须先弄清楚为何伯克级能在朱姆沃尔特级、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乃至4世代巡洋舰 CG 这些曾经名噪一时的明星舰艇的包夹堵截中杀出重围。上世纪80年代，苏联红海军的实力达到了巅峰。苏联人的海战战术简单粗暴但有效，那就是不计成本的饱和式导弹攻击。面对这种导弹雨，当时美国海军装备的传统机械旋转雷达根本就转不过来，也看不过来。雷达的刷新率和处理速度远远跟不上导弹飞来的速度。美国海军急需一种系统，能够同时死死盯住天上几百个高速目标，并且能指挥舰载防空导弹瞬间把它们全部揍下来的。于是大名鼎鼎的宙斯盾作战系统配合划时代的3维无源相控制雷达应运而生。起初，这套极其昂贵的宙斯盾系统被安装在满载排水量近万吨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上，但巡洋舰的造价实在太贵了，即便是财大气粗的美国人也无法做到大批量建造。为了给每一支航母编队、每一支2栖戒备群都配上足够数量的宙斯盾，五角大楼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基于提康德罗加级的技术造一款吨位更小、更便宜，但防空火力绝不能有明显打折的驱逐舰。这就是阿利伯克级诞生的最初使命：极致防空，变态生存。为了追求极致的防空火力，早期的伯克级，比如 Flight 1和 Flight 2批次，他们甚至连个遮风挡雨的直升机库都没有，仅仅保留了一个直升机起降甲板，把省下来的宝贵空间和重量全部用来在舰首和舰尾硬生生塞进了90个垂直发射单元。虽然垂直发射管的数量由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122个减到了90个，但伯克级在诞生之初依然拥有了提康德罗加级约75%的防空能力，而且它的90个坑位可以根据任务需求极其灵活地混装标准2、战斧以及阿洛斯克反潜导弹。如果说火力是它的矛，那么装甲就是它的盾。伯克级的设计师吸取了2个教训。第一是1975年美国海军贝尔纳普号巡洋舰与航母相撞后失火，铝合金上层建筑在高温下迅速融化坍塌。第二是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英国的铝合金军舰被阿根廷的飞鱼导弹击中后燃起无法扑灭的大火，痛定思痛的海军坚决抛弃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为了减轻重量而采用的钢制船底加铝合金上层建筑的混合设计。伯克级从头到脚恢复了全钢制舰体，更绝的是，它是世界上第一型艘拥有核生化空气过滤器防护的驱逐舰。整个船舰采用了极其严密的气密设计，一旦遭遇核打击或生化武器袭击，所有船舱都可以瞬间增压，利用正压原理把毒气和放射性尘埃死死地挡在门外。这种皮糙肉厚、把生存能力点到满级的设计，让伯克级成了美国海军在冷战后最趁手、最放心的兵器。
但这只是伯克级驱逐舰的诞生之路，等它真正登上神坛，还得来到21世纪。21世纪初，美国海军开始觉得服役了10几年的伯克级太老土了，隐身性能不够好，火炮口径也不够大，于是他们砸下几百亿美元的真金白银，搞出了科幻感爆棚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打算用它来全面接替伯克级。甚至他们还规划了用来接替提康德罗加级的 CG40代巡洋舰计划，但现实却狠狠地打了五角大楼的脸。朱姆沃尔特级步子迈得太大，舰上的各种黑科技，全电推进、双波段雷达、先进舰炮系统严重超支，故障频发，尤其是那门引以为傲的155毫米先进舰炮，配套的制导炮弹一发竟要价80万美元。我操！这刮皮子是金子做还是刮栗子金子做的？于是，原本计划建造32艘的朱姆沃尔特级，在造了可怜的3艘之后，就赶紧被国会叫停了。至于那个宏伟的 CG 巡洋舰计划，更是连图纸都没出完，就因为预算问题被直接毙了。兜兜转转一圈，撞得头破血流的美国海军绝望地发现，真正能打硬仗、买得起、造得快的，还是只有那个阿利伯克级。五角大楼只能灰溜溜地重启阿利伯克级的生产线。这一重启不要紧，直接把伯克级推上了神坛。它成为了2战后美国海军建造数量最多的水面战斗舰艇，目前计划建造总数已经逼近惊人的90艘。在这30多年里，伯克级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而是经历了一次次脱胎换骨的更新。早期的 Flight 1和 Flight 2批次，由于过于注重防空，导致反潜能力相对较弱，只能靠舰体声呐和拖曳声呐听个响。发现舰艇后，如果阿斯洛克反潜导弹打光了，就只能干瞪眼。到了 Flight 2A 批次，美军终于痛下决心补齐这个短板。他们在舰尾硬生生地加长了舰体，增加了双直升机机库，可以同时搭载2架海鹰反潜直升机，这让伯克级的反潜搜索和打击半径瞬间扩大了几百公里。同时，为了腾出空间，设计师果断取消了垂直发射系统中的重填装吊车。这个改动硬生生地把垂直发射单元的数量从早期的90个增加到了96个，防空火力再一次得到质的升级。那么，经过这一波进化，谁才是伯克级家族中战力最夯的？我们先来看看最近刚刚服役的风头正盛的小哈维巴纳姆号。为什么说它是目前战力最夯的伯克级之一？因为它属于伯克级中极其特殊的一环——技术插入型。简单来说，就是外表依然穿着老款 Flight 2A 的衣服，内部却已经换上了下一代战舰的超级大脑。这艘以越战荣誉勋章获得者命名的战舰，其最核心的杀手锏是搭载了最新版本的神盾基线 9C 作战系统。这套系统到底有多牛？我们知道，以前的神盾舰虽然强大，但有个致命弱点，它的计算机算力和雷达资源是有限的。在激烈的海战中，它要么只能专心致志地进行区域防空，要么只能把所有雷达资源调去进行海基反导，它很难做到两者兼顾。但基线 9C 系统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个魔咒，它赋予了这艘战舰极其恐怖的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能力，也就是说，它可以完美的一心二用，并且这艘舰在建造时对全舰的电力系统和冷却水系统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容升级，这是在为将来换装耗电量更大的新型相控阵雷达，甚至加装可以直接烧穿反舰导弹引导头的高能激光武器预留了充足的冗余空间。可以说，在目前的现役伯克级中，小哈维巴纳姆号在综合作战效能和未来升级潜力上绝对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小哈维巴纳姆号再强，它的标准导弹再精准，对付的也是价值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传统高价值目标。而在史诗狂怒行动中，无论美军发现现在海面上最致命最让人头疼的威胁根本不是昂贵的超音速反舰导弹，而是那些造价只有区几万美元，像蝗虫一样成群结队的自杀式无人机蜂群和无人快艇。用几百万美元一枚的导弹去打一架几万美元由摩托车发动机改装的无人机，就算美国印钞机开到冒烟，也扛不住这种不对称的消耗战。所以美军还需要一种廉价、高效且不占用 VLS 坑位的末端拦截方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另一艘伯克级驱逐舰卡尔莱文号暴露了美军正在紧急测试的底牌。在美国海军陆战队4月份对外公布的一组日常训练照片中，不少人发现停泊在珍珠港的卡尔莱文号后段甲板上赫然加装了一套用途不明、造型奇特的新型多单元发射器。相关影像显示，这套装置具备多个紧凑的发射单元，采用固定式设计，并以一定的向上仰角指向天空。报道指出，该舰在去年底之前绝对没有这个装置。在美国海军近90艘伯克级中，目前也只有它一艘配备了类似系统。结合美军目前的战场痛点，外界普遍研判，这极有可能是美军正在紧急测试的舰载反无人机系统的新型发射装置。从美军一直在大力推动的下一代反无人机系统计划可以推测，这套神秘的发射器里装的很可能是雷神公司开发的胶囊低成本巡飞弹拦截器的某种改进型，或者是安都瑞尔公司的 Redram M 垂直起降拦截器。这些拦截器造价低廉，可以大批量的安装在不需要穿透甲板的倾斜发射箱里。一旦有无人机蜂群袭来，伯克级就可以像放烟花一样发射几十枚这种廉价拦截器，去和无人机一换一。甚至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曾提出过一个构想，在伯克级后段甲板配置可发射联合空对地导弹的模块化装置。这种导弹不仅能打无人机，还能精准点名海面上快速逼近的自杀式无人艇。推演到这里，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在所有伯克级驱逐舰中，到底谁才是战力最强的王者？或者说，谁才是伯克级中的伯克级驱逐舰？对于这个问题，相信有不少人直言，一定是拥有基线 9C 的小哈维巴纳姆号，又或者肯定是挂载神秘反无人机利器探索海战新战法的卡尔莱文号。甚至有一直关注军事的朋友表示，应该是未来即将大规模服役、彻底换装了极其强大的 AN/SPY-6 有源相控制雷达的 Flight 3批次。其实，当你深入了解了这型战舰的历史，答案就已经不重要了。阿利伯克级之所以能封神，之所以能被称为美国海军的绝对基石，恰恰是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物。它的每一次 Flight 批次升级，每一次技术插入，都在极其敏锐、极其务实地回应着时代威胁的变迁。苏联解体了，它就增加机库去反潜；单道导弹威胁大了，它就升级基线系统搞反导；无人机蜂群来了，它就在甲板上焊上低成本发射器。小哈维巴纳姆号代表了伯克级在传统防空反导领域的潜力，而卡尔莱文号上的神秘发射器则昭示了这型30年的老舰应对未来新型非对称威胁的无限可能。这头在海上游荡了30多年的钢铁巨兽，非但没有老去，反而在一次次的魔改中变得越来越致命。正如伯克上将所言，此舰为战而生，只要美国海军还在，只要这片大洋上还有冲突的火种，就绝对少不了这面坚固、冰冷且不断进化的宙斯盾。好了，这期关于最夯伯克级驱逐舰分析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未来伯克级驱逐舰中的老大到底是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